大家好，新闻我9月以来一路都深扒下来的娱乐圈新风暴，也就是离峰之风暴，依旧是方兴未艾，余波震荡。而且呢，传闻当中的3字的 Z 姓明星，真的又如期的出事儿了。任谁都想不到的是，娱乐圈的相爱相杀，彼此爆料，真的都挺趁手的，都挺靠谱的。因为虽然我说过，娱乐圈的蛋糕越变越小的时候，艺人之间的压力就会越变越大了。当娱乐圈的池塘水越变越浅的时候，大鱼就越容易冒头冒泡了。现在好了，又一条大鱼被生擒了出来了。去年新闻我一路深扒过的赵丽颖粉丝造反事件，相比之下简直就是小儿科来的。因为怎么讲呢，去年无论黑手如何去操作，都是一个麻烦接着下一个麻烦的有序的发展当中。而这个魔幻的2022年呢，就不一定了，就不然了，而是李易峰为首的好几个名人如同泥浆大战一般的交替中出现，混乱中出场，然后就让所有人都傻了眼了，包括赵丽颖和王一博。团队，王一博的华服，赵丽颖的转身，或许又是一个寒心世界的暖心的兆头。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首先，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也不同的是维诺。一直都特别不感冒的中国男演员张一山终于爆瓜了。张一山在申维我的眼里其实是有演技的，天生一副贼眉鼠眼的歪瓜形象，其实很有说服力，表情脸和故事性。因为在帅哥美女盛行的娱乐圈，一张异类的面孔总能让人印象深刻，激励鹤群。然而呢，他那自带超强吸睛能力的先天演技，偏偏自行加入了很多加油加盐不加价的味精操作。例如出了名的疯狂湿吻，不仅让对手的女明星难以招架和适应，更能让单纯吃瓜的观众们大嚼苍蝇，烧烤眼球。现在好了，张翰 2.0 终于站出来强力否认有吸毒、聚众淫乱、嫖娼等等不实的网赚情况了。在申维安我看来，有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况和爆料，其实都无需当事人匆忙跳出来否认的。因为群众的眼睛不瞎，蒙混得了一时，也蒙混不了一世。就像是诺安我之前爆出的赵丽颖2小时悲催一样，大家看到的成片只是去真存伪的幕前，大量去伪存真的幕后还是有待时间去挖坟的。9月21日的晚间，微博上充满艺人张一山有多元级大瓜，作品即将下架，吸毒、嫖娼等消息。跟着晚间8点20分左右，张一山工作室发出声明称，网传吸毒、聚众淫乱、嫖娼是假消息。微博认证的娱乐评论人、营销大号们纷纷通过微博发文称，张一山怎么了？9月21日，张一山冲上了热搜。此前不止一个网友爆料，某个童星出道的男星被抓进去了，涉嫌的罪名是吸毒、聚众淫乱，还称艺人团队目前在相关平台控制爆料，只要没上热搜，热度没有起来，就不会去主动辟谣，因为辟谣的话就会被通报。另外还重点提到，不知道他那部很经典的早期童年作品之后会不会下架。随后又有网友爆料称，有朋友透露张一山被抓，不过张一山团队却一直没有回应。有人称张一山从来不辟谣，8月的时候还在拍戏，9月20日还上线宣传了新作品，貌似没受什么影响。网友也纷纷开始了各种猜测，
再加上张一山此前黑料不断，更加引人非议。结果晚上8点20分，张一山工作室严正声明如下：1. 张一山先生业演艺工作均在正常进行。2. 相关网络用户发布、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已涉嫌违反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个人名誉保护的规定。工作室已对相关证据采取了保全措施。3. 请相关网络用户停止发布、传播不实信息，同时请相关网络平台立即对不实信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防止损害结果进一步扩大。工作室将持续关注相关情况，如不实信息进一步传播，该工作室将随时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提起诉讼在内的一切法律途径追究该等主体的相应责任，以维护张一山的合法权益。据公开资料，张一山1992年5月5日出生于北京市西城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男演员。2000年，张一山开始拍摄广告片，后被导演徐耿相中，出演首部电视剧作品《小兵张嘎》。2004年，因在少儿题材的刑警喜剧《家有儿女》中饰演刘星后而被观众们熟知。2007年，获得腾讯星光大典年度潜力演艺新人奖。Shin Wan 我刚刚说了，他的演技真的没问题，抓耳挠腮、五官横飞的骚表情，他也特别上手。因为他那丑星独具的先天优势，特别容易抓住观众的笑点和看点，所以他的不少苦情戏很能带感，特别加分。然而呢，少年成名，某种肉眼无法察觉的霸总的情绪就会慢慢沉淀了。张翰和张翰 2.0 居然同时出现在了热搜榜，一起为李易峰打气加油，这场景是偶然还是必然呢？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想必您懂的。很多人吃亏都是浮躁，没了浮躁就少了浮夸，或许反而成为了幸事。2022年，王一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是播种，什么又是收获，也让广大网友们见证了他努力的过程和荣耀的时刻。如果说上半年王一博拍戏的脚步匆忙且稳健，那么下半年的王一博则犹如开挂一般，不仅待播作品排队官宣，等待上映，就连代言品牌也是扎堆官宣。前脚Bottle Dry 墩墩杯刚刚官宣品牌代言人，粉丝们购买的墩墩杯还未发货，蒙克尔蒙克莱就紧随其后官宣了其全球代言人为王一博，被70年来没有代言人的羽皇青睐，可见王一博国际影响力之高。最初看到蒙克尔蒙克莱官微预热之时，很多人立即被海报的质感和视频中的剪影所吸引，毕竟当初威尔史密斯为其拍摄的以 Genesis Born Crazy 天生我材为主题的广告大片还记忆犹新。这次又是哪位幸运儿成为其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静下心来仔细观看才发现，哎呦，这还用猜吗？不如直接公布王一博的身份证号码算了。网友更是打趣道，可爱的品牌爸爸是不是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让所有人知道自家的这位优秀的代言人？若隐若现的剪影，早早站好的话题，就差直接喊出王一博的名字了。新进小门口还真的有些可爱呢。提起蒙克尔蒙可赖，或许部分网友会一愣，好熟悉的名字。但是提起门口，相信立刻会恍然大悟。哦，那个羽绒服界的爱马仕，这个来自法国的高奢品牌，在70周年庆的重要时刻，官宣了王一博这位有史以来第一位全球品牌代言人。这份荣誉，这份意义，不言而喻。毕竟在此之前，该品牌也只是官宣过品牌大使、季度广告代言人而已。其实，王一博与蒙克尔蒙克赖的缘分匪浅，早在2015年。王一博就曾穿着该品牌的服饰，以 Unique 成员的身份与组合一起接受时装 L'Officiel 杂志8月刊的专访。蒙克尔蒙克赖还在官微发布了组合的合照。时间来到2020年，
王一博又身着曼克尔蒙可赖服饰，亮相2020年和平精英国际冠军杯决赛现场。虽然这次曼克尔蒙可赖也在官微发布了相关消息，可这次王一博是以个人形象出现的。如今，王一博再次与曼克尔蒙可赖比肩站立，身份则换成了曼克尔蒙可赖品牌首位全球代言人，能够得到国际顶尖品牌的认可。这不仅是身份上的不断变化，更是王一博国际影响力的展现。最近被特别照顾的王一博，身边的流言蜚语又多了许多，以至于很多网友都是一脸懵的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可紧随其后，两个品牌全球代言人的身份相继官宣，所有人才恍然大悟，原来黑子还有一个别称叫报喜鸟。虽然近期的王一博为了全身心的拍戏而很少出席活动，官宣的代言品牌数量也比往年较逊色，可一官宣就是2个全球代言，其中高奢品牌还是首位全球代言人，这岂不是又要狠狠打黑子的脸了吗？不管怎么说，王一博迈着稳健的步伐，已经走出了属于他的成功之路，并且已经走出国门，国际接轨。接下来就请静候佳音，看王一博如何用实际行动验证自己的国际影响力。满招损，谦受益，这是老祖宗的智慧总结，到现在依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做艺人的谦虚谨慎，少犯错，正能量。那么无论吃瓜客还是大排场，哥哥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当王炸弟弟吃得香的时候，王炸姐姐同样也吃得开。现在85后小花们在娱乐圈可以算得上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不管是谁的消息都能轻松登上热搜榜位置。除自带流量外，个人状态和实力担当都会成为网友们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如今更是各凭实力有了不同发展路线，当然排行榜也有了新的定义，首先站在榜首的必须是赵丽颖。飞科班出身的她绝对是拼命三娘，前段时间完结的大女主题材剧《幸福到万家》深受好评，前几日发布预告的《野蛮生长》也受到众网友的期待，能够在演技上突破以往的人物设定，证明她随着花期而行的转型成功了。目前正在拍摄与林更新合作的《与凤行》，虽说还是古偶剧，可楚乔和宇文玥的二搭无疑是备受期待的。毕竟宇文玥沉入冰湖这么多年，一直不见打捞的消息，此次合作也算是了解了网友们多年的心愿。根据赵丽颖的以播剧和为播剧，劳模级别的她绝对可以占据榜首了。其次是杨幂，最近有关杨幂最火热的消息应该是《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的拍摄了。多次传出路透，被夸赞少女感十足。那什么陈年老剧，谢谢你医生就不说了，太久且热度不高的剧，估计曝光率不是特别高。不过播出后是否能翻盘，那就待定了。还有一部徐凯主演的小甜剧《爱的28定律》，相发10岁的姐弟 CP， 感觉糖分也不是很高，所以这2部很难为他加分。如此看来，粉丝们也唯有期待《狐妖小红娘》了。紧接着是刘诗诗，嫁给爱情的诗诗，自从有了身孕后，就很少有作品推出了，即便是有，也不是特别出圈的那种。今年唯一有消息的一部是与刘宇宁合作的《一念关山》，近日传出有关该剧的群像海报后，还是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但说实话，曾经的一届流量小花旦与网红合作，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最后一名不用想都知道是唐嫣了。作为杨幂昔日的好闺蜜，唐嫣自从官宣结婚后，就如同消失在娱乐圈一般，没有作品推出，也没有出席什么活动。相比于前面几位，唐嫣似乎已经处于一种半隐退状态，更多是回归于家庭生活。说实话，
对于他目前的状态而言，还是有点可惜的。毕竟曾经《仙剑3》的紫萱，夏家3000金的夏天美，金玉良缘的玉麒麟等剧都是演技颜值双在线且颇受好评的作品，算不上什么绝佳美人，至少甜美耐看。如今落得无戏可拍，还真是很可惜的。无论商业爸爸还是投资片商，个个都是人精，个个都想盈利，个个也都不是慈善家。因此，在蛋糕越来越小的2022年、2023年，那些被精打细算的对口人物、对标人物，只怕会更加的忙碌了。因此，一部Shin Wan我也超级喜欢过的爆剧，或许真的能有机会搭上这个演技突击、拼命成魔的电视剧女王赵丽颖了。话说，导演侯洪亮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胡歌。从温州一家人到战长沙，侯洪亮2次邀请胡歌，2次遭到拒绝。因此，当年在《琅琊榜》选角时，他实在心灰意冷，在邀请胡歌的同时，还找了黄晓明当备胎。果然不出所料，胡歌再一次拒绝了邀请。毕竟他可是极力想摆脱古装王子这个称号，可没想到书粉知道后，个个联想到黄晓明在《神雕侠侣》的样子，个个怎么着也不愿意黄晓明出演，还直言胡歌就是大家心中的梅长苏。这一下让侯洪亮也非常为难。为了能让胡歌出演，不仅写下20页的情节梗概，还天天给胡歌洗脑，把这部剧夸上了天。胡歌这才无奈答应出演，而刘涛当初试镜的本是温柔的静妃，可侯洪亮和他聊了一会后发现，刘涛本想着已经试过静妃的角色，再换人物嫌太麻烦，想要拒绝，可没想到导演一番话就让他说什么也要出演霓凰。更加意外和烧脑的是，刘涛只是演了个琅琊榜，结果他不仅公开表白胡歌，更是大放厥词要嫁给他。总之，能让刘涛一改往日的霸气，化身成为小迷妹的，估计只有胡歌能做到吧。不过，为胡歌而来的，其实不只有刘涛一人。当年年方14岁的童星吴磊，打死也没想到为这部剧结结实实的被踢了17脚。当然了，吴磊还是直言这都不算什么。不过吴磊一路走来，确实不是简简单单就成功的。当初在拍摄《琅琊榜》时，导演就非常想要一个可爱呆萌的小演员来出演梅长苏的贴身护卫，而当初在《少年杨家将》中，吴磊就非常喜欢胡歌。如今听到胡歌也会出演，更是向导演推荐了自己。吴磊当时虽然年纪尚小，但在刚出场就吸引了一波观众的眼球，甚至在拍摄打戏时也没有怨言，一遍遍遭受着挨打，胡歌才对吴磊如此看重吧。不过两人作为亦师亦友的关系，胡歌一直单身，很难不让人想象，该不会吴磊结婚的时候你还在当伴郎吧？不过虽然大家看好吴磊的飞流，但王凯的萧景琰那可是频频遭到质疑。当时王凯刚出演过极其女性化的陈家明，因此在得知他会出演萧景琰后，薯粉一致对他展开了攻击，甚至由于压力太大，在发布会上还哭了出来。后来王凯却成功凭借演技改变了网友的印象，因此实力也是不容小觑。不过在《琅琊榜》播出后，胡歌反而遭到了质疑。当初陈佩斯在遭到采访时直言，虽然喜欢《琅琊榜》，却只知道男主姓胡，但在孙俪的照片拿出来时，陈佩斯却能直接喊出名字。因此很多人表示，难道胡歌还没有孙俪有名吗？能被记住名字并不重要，更骄傲的是有能拿得出手的角色吧。如今《琅琊榜3》官宣，不知道《琅琊榜》的忠实粉丝们是否跟着产生出《琅琊榜2》的期待呢？如果《琅琊榜3》原班人马落空，还有人会追吗？虽然很多粉丝希望能够原班人马出演，但当初的《琅琊榜2》中就已经没有任何原班人马了。所谓物是人非，真的让人感慨，至少是维诺充满了深深的遗憾。因为珠玉在前，胡歌的形神已经完美定格了，想要突破的烟花，就一定要有突破的火花才行。Shin Wan 我的这个说法，您认同不？再加上胡歌对于古装剧
一直都秉承着宁可错过也不滥用的念头，因此此次原班人马出演几率估计不会太高。不过虽然官方一直保密演员阵容，但网传张晚意和陈星旭会代替胡歌出演，因此很多人猜测这一次会变成双男主剧。张晚意即便作为新人演员，在觉醒年代中可是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喜欢，而陈星旭的东宫也非常印象深刻。如果两人合作，确实非常有看头。但比起新人演员，更多人还是希望钟汉良出演男主，毕竟他有颜有身材，穿上古装也是一位翩翩公子。而陈冠霖也被网友极力推荐。不过当初《琅琊榜2》时，在得知主演由胡歌变为黄晓明后，这部剧就一直遭到粉丝的吐槽。如今《琅琊榜3》的换角，不知道是否能够超越第一部呢？而在女主选角方面，是诺埃诺非常好奇赵丽颖极有可能出演的说法，因为这部剧如果真有她的加持，说不定又会是一个爆剧。然而她如今作为收视女王，却要出演这部大男主的剧，难道是看中这部剧由正午阳光出品吗？或者说男神胡歌的定海神针吗？甚至诺埃诺还特别的胡思乱想，会不会赵丽颖友情出演会跟一个人息息相关，因为友情如山呢？毕竟强搭配出来的火花，历来都是成功的密码和投资的信心。这部王一博与梁朝伟同台搭戏的影片《无名》被称第2部长津湖，那么这次能超越易烊千玺吗？王一博自从转战电影圈后，就有不少质疑声，称他是在学走易烊千玺的路线。如今易烊千玺陷入丑闻之后，王一博就带来了3部主旋律电影。这个国庆档，想必王一博将成为最大赢家。尤其是他出演的《无名》一片，更是被片方给予厚望。毕竟片方可是将其对标为第2部长津湖，这也就意味着王一博再一次与易烊千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与上次易烊千玺相同的是，这次王一博也有大咖加持，还是比吴京年纪更大的梁朝伟。但王一博这么年轻就要与影帝同台搭戏，还是双男主的剧情，也是让不少网友都感到不安。毕竟片方选择了王一博，还是更看重他的流量而非演技。况且他才这么年轻，即便是实力派对上了梁朝伟这个演几十年戏的影帝，也几乎只有被秒被碾压的份。所以不少人，包括黑粉，都一致认为王一博压根就是自讨苦吃。当初易烊千玺虽说也是流量小生，但演技上的好评还是要稍稍强过王一博的。最巅峰时甚至手握好几部主流电影，可以说和吴京对戏时完全不虚。但王一博自从出道以来，唯独有《陈情令》算是大爆，但他在电影方面的代表作实在太少，能不能接得住梁朝伟的戏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票房最终还真的不一定能够超越长津湖。更何况今年的蛋糕锐减，票房能否逆势飘红，真的要看国家机器的运作了。虽说博纳影业还是打着长津湖的旗号宣传《无名》，称《无名》是博纳中国胜利3部曲的第3部，但网友是否真的会为秦情怀买单也是未知数。要知道当初长津湖的票房有多高，几乎在电影史上都是少有的，50-60亿的票房，连成龙都忍不住羡慕嫉妒。但要知道，论起吴京的票房号召力，在战狼系列电影之后，几乎很少有人能与他抗衡，也就是沈腾还能一较高下。就连周星驰票房最高的美人鱼也只有33亿而已，只有长津湖的一半。而这次的无名，虽说王一博拉上了梁朝伟一起出演，但梁朝伟的票房号召力还真不是特别强。他虽然屡屡获奖，但是票房向来没有周星驰高。可以说，片方这次想要复制易烊千玺这种小鲜肉、老戏骨的合作模式，来博得票房的双重保证，还是有些悬的。毕竟王一博不是易烊千玺，梁朝伟也不是吴京。当然了，不管王一博能不能超越易烊千玺，这次国庆档王一博都还是会成为最大赢家。毕竟除了无名之外，还有长空之王。
热烈等，几乎步步都是搭配的老戏骨，如《长空之王》中就有胡军、周冬雨，而热烈中也有影帝黄渤作配。可以说乐华对王一博那是妥妥力捧的。但这次的国庆档，王一博真正的劲敌并非易烊千玺，而是王俊凯。王俊凯的《万里归途》也是不少人非常期待的影片，他与张译搭档，演绎的也是类似战狼的撤侨题材。而王俊凯作为流量小生，也是开始混入主流电影圈。虽然走了一个易烊千玺，但王俊凯的出现还是让王一博这条电影路竞争激烈。而且王俊凯的弯道更像三小易烊千玺的老路，也就是无惧毁容般的出演。当然了，力度方面还是有所保留的。然而这点恰恰就是阳光少年王一博尚未跨出的关键第一步，这第一步跨出去才是实力变现的最强手段。这些硬核的分析，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恐怕都已经听到耳朵进土了。非常有意思的是，史努埃诺还是经常含笑不语、忍俊不禁的是，娱乐圈特别珍惜颜值、留意形象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例如，史努埃诺老是觉得小时候更加充满灵气和光彩的童星吴磊，相信现在的内娱娱乐圈中最有难得的艺人应该就是吴磊了吧。当初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之后，十分的失落，也正是因为吴磊，他才得以走出阴霾，有了好心情。这些细节梗，欢迎您自行回顾一下。本频道老是应景应时的第一报道，赵丽颖能够走出离婚的悲痛，要是努耶诺说，他最该感谢的人不是他自己，而应该是吴磊。当初赵丽颖官宣离婚之后，赵丽颖和吴磊在一起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当初还没离婚之前，我们把赵丽颖称之为赵小刀，她见谁对谁。但是离婚之后，在这档节目里却显得十分的低落。赵丽颖在这档节目中不仅仅全程沉默寡言，她还经常一个人待在一旁发呆，很不在状态。其他嘉宾都在录节目的时候，只有吴磊注意到一旁失落的赵丽颖，吴磊便开始一口一个姐姐的笑着赵丽颖。吴磊还会拿一些小玩具去逗赵丽颖开心。当节目组要求大家一起玩捉迷藏的时候，吴磊害怕赵丽颖找不到人，怕到时候感觉的尴尬，吴磊躲在冰箱后面，还时不时的发出一些动静，好让赵丽颖找到自己。在整个节目的录制过程中，吴磊也时刻注意着赵丽颖的情绪。当看到赵丽颖心不在焉的时候，吴磊会故意找一些话题，将这些话题引导赵丽颖的感兴趣、熟悉的话题上面，来让赵丽颖参与进来。吴磊也是经常在赵丽颖的身边待着，在赵丽颖的身边逗她。当吴磊看到赵丽颖的心情好一些的时候，吴磊也就趁热打铁，提议和其他的几位男嘉宾一起帮助赵丽颖录制一个起床闹钟，每天负责叫赵丽颖起床。本来沉默寡言的赵丽颖，在吴磊的带领之下，也是慢慢的开朗了起来，心情也慢慢的好了。也正是因为吴磊的关心和帮助，赵丽颖心中的离婚阴霾也就慢慢的扫除了。很多人看到吴磊这样做，说他对赵丽颖可谓是大献殷勤，为了讨好赵丽颖。毕竟大家都知道，娱乐圈中是一个极为看重资源的地方，毕竟赵丽颖是一个资源大咖，讨好了赵丽颖，自己以后的资源肯定好。但是吴磊这么做真的是为了赵丽颖的资源吗？实际是并不是这样的。吴磊并不是为了讨好赵丽颖才这么做的，也并不是为了资源。真实的吴磊其实对谁都是很绅士的。当初吴磊和热巴在剧中饰演情侣的时候，热巴害怕自己老牛吃了嫩草，吴磊立马安慰迪丽热巴，直接就把迪丽热巴心中的顾虑解除了。当吴磊看到张子枫的话筒没有声音的时候，吴磊主动和张子枫换了话筒。其实吴磊还有很多这样暖心的时刻，当然大家了解吴磊的肯定也都知道，吴磊不仅仅暖心，而且吴磊他的情商也是十分的高。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吴磊呢？是我感觉即便吴磊的颜值没有了少年的灵动，
但他的笑容还是让赵丽颖记忆犹深的。因此，狼那榜3如果真的出现胡歌、吴磊、赵丽颖这种梦幻铁三角的话，这阵容不炸都难。而赵丽颖如果友情出演，不仅仅是我之前聊过的胡歌之谜，更有吴磊的暖心之语。将心比心，在现在的娱乐圈，依旧是非常宝贵和珍罕的财富，即便很多人不在乎，也选择看不到。然而呢，当赵丽颖、王一博重现有匪二场景的时候，您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